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是没有诅咒、没有三头六臂的这些妖魔鬼怪的，但是真正可怕的东西和动画里表现的一样，永远都是藏在人心里。各位好，我是没上过咒术学校的秋秋啊，今天咱们要看的是《咒术回战》的第3集，来吧啊！我的这双大眼已经饥渴难耐了，咱们就不多废话了啊，直接开始这一集。What the fuck？ それから諸々のセキュリティの説明もな。前情回顾。ようこそ呪術高専へ。我喜欢他的眼镜，非常带泡。迷惑だっつーの。疼。それより明日はお出かけだよ。这一集肯定就是介绍这个第3个人了，这个妹子。沙織ちゃん。沙织。私来たよ。她的名字叫沙织。東京に。哦，東京好多人啊，人好多。今まで呪いが見えるなんてやつ会ったことあるか？没有。それだけマイノリティなんだよ。呪術。这是天赋。入学は随分前に決まってたらしいぞ。学校だしな、何かしら事情があんだろ。就是说他原本很早就决定来了，但是为什么现在才报道？制服間に合ったんだね。でも伏黒と微妙に違えんだな。那当然了。制服が那当然了，因为你是主角啊。俺そんな希望出してねえけど。そりゃ僕が勝手にカスタム頼んだんだもん。哦，5条悟是不是打破了这个次元壁，知道你是主角，所以特意给你定了不同的样式。今お仕事中ですか？いえ、違いますけど。実は今モデル这个情节我好像很熟悉。ちょっとあんた。懂的都懂啊。私は？哦。モデルよ。怎么说？私はどうだって聞いてんの。她不够漂亮吗？为什么？逃げんなよ。はっきり言えよ。我觉得她挺漂亮的呀。おめえもだよ。おそんじゃ改めて。釘崎野原。喜べ男子。丁七野蔷薇。よ。我可是一点红。这什么跟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所以这个妹子她不叫沙织，我还以为她叫沙织，然后她下车以后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说沙织我来了，你来了。她的名字叫丁崎野蔷薇，一点红又是什么鬼？铁美人。見るからに芋く天哪！就在他的眼里，这2个都是废物是吧？都是废柴。私ってつくづく環境に恵まれないのね。你到底在期待什么？せっかく1年が3人揃ったんだ。しかもそのうち2人はおのぼりさんと来てる。所以去旅游？哦，真的啊？这2个是外地人，乡下人。伏黑是东京人吗？それでは行き先を発表します。哪儿？六本木。六本木是哪儿？是娱乐街。いますね。果然，这还是要让他们先干活。你们说到底还都是牛马，好吧？哎，是够恶心的。哦哦，这是实战面试。为什么不用伏黑去？你还不会咒术？我就想说，你都已经把这个诅咒的大 boss 吃掉了，你还不会咒术？咒具，这不就是菜刀吗？什么咒具啊？这不就是一把菜刀？哦，对，他要考察的是你的实力。这是第1次实战。伏黑应该是经历过这些就是测试啊、检测呀，已经得到了5条的信任。
私は上からワンフロアずつ調べるからあんたは下から。你们俩不就是从下面上来的吗？ちょっと待てよ。もうちょい真面目に行こうぜ。最近までパンピーだったやつに言われたくないわよ。さっさと行け。这也太暴躁了吧！我的天啊！お前の情緒がわかんねえんだけど。你不要试图和这种女孩子搞好关系，要用实力征服她。您的小票，他生前不会是个检票的吧？我爸爸就是个检票的。No， 能不能对他仁慈一点儿？好吧，算了，当我没说。ユージはさ、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啊惹かれ！てんだよね。生き物の形をしたものを自分を殺そうとしてくるものを一切の躊躇なく取りに行く。所以呢？君みたいに昔から呪いに触れてきたわけじゃない。普通の高校生活を送っていた男の子が啊，他的意思是说，幽人其实没见过诅咒，但是他还是能够下定决心杀掉那些有这个生物形状的诅咒，说明幽人是够格的。他的意思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それで隠れてるつもり。他怎么看出来的？来ない。哦払うわよ。这是他的武器。呪いは人の心から生まれる。人口に比例して呪いも多く強くなるでしょ。那东京岂不是日本诅咒最强的地方？哦，帅啊！果然，这是个怪物。呪いのレベルが違う。哎，哦，这是中间的这个小动画，这第一次出现。丁奇，他的名字和他的这个使用的武器肯定有联系吧？哦，私の呪力が流れ込むから。決まった。小试牛刀，但是一定还有更厉害的。啊？这肯定是变的，这肯定是怪物变的。もう大丈夫。完了，要上当了。子供は美人に懐かないってのは。为什么背后对给他？啊，真的是个小孩儿。哦，这个怪物把这个小孩当成人质了。他在威胁他。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有智慧了，而且还通人性，非常的坏。所以这个时候要是那个谁在就好了哈，虎杖在啊，他不会真的这么想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他让自己冷静思考了一下，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还是有人性，还是非常善良的。但是他有后手吗？他不会放弃了吧？あれ外した？我操！哦哦，虎杖 nice 啊！哦，这真的是个小孩子啊！逃げるぞ！払います。待って。这个怪物是跑不掉了。他还有技能，除灵咒法。哦，帅啊！いいね。ちゃんと行かれてた。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他最后使的这一招什么除灵咒法，是看到目前为止最花里胡哨的技能啊！纱织是他以前的一个朋友，哦，但是他们两个人年岁差的好大呀。确实啊，好漂亮，像他的大姐姐一样。为什么？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个前因后果看上去、听上去有点简单啊，但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我大概能明白。到现在为止，这都是个谜，就是虎杖本身的这股怪力是哪儿来的？
田舎が嫌で東京に住みたかったから。这个野蔷薇的这个思维倒是很像这个电治啊，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私が私であるためだもの。哦，我喜欢他的自信。あの村にいたら私は死んだも当然。他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实际上就是在重启自己的人生。いつか会えたらあの時行ってたお店連れてってね。感觉这个纱织就是他心里的白月光。私が死んでも私だけが生き残っても明るい未来はなかったわ。ありがとう。哦，今度こそ飯行こうか。确定吗？确定是真的去吃饭吗？这次？任せなさい。完全不搭理。あれ？どったの？シグロ。別に出番になっていいな。脸这么臭，这个腹黑是脸臭，然后这个妹子野蔷薇是嘴臭，但是这两个人心地都好善良，都好单纯。少管所，这里有什么怨念？一定有好强好强的怨念，在少管所这种地方。这你跟我说是少管所？特级假想怨灵之咒胎。为什么他们能看到？诅咒不是一般人都看不到吗？那一定是另外一个学校吧。这就是下一个任务了，对吧？这个片尾这个动态搞得我也好想跟他跳啊！虽然是简笔画，但是这个动画的动态、人的动态做得好好啊！这是最后的这个小剧场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这一集当中的主角就是丁崎野蔷薇，毫无疑问啊，她是目前为止第一个出场，也是唯一一个出场过的女角色。在她出场的这一集的时间里，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大且温柔。她的强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武力值上的强大，就是她的外在确实很强，你能看得出来，她在这个消除诅咒的过程当中，她的招式使用的十分的娴熟，而且她的技能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强力，包括他最后使出的那个稻草人的技能，真的是太炫酷了。以他在这一集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其实是轻松的应对了五条悟给他带来的这个测试啊。但是相比较于他外在的这个强大，让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这个妹子内心的强大。她是一个对自己非常非常自信的人，甚至到了有那么一点自恋的程度了都，而且他的信念感非常非常的强。我能联想到，就是如果叶娥正道这个校长去面试他的话，应该是一次过的。他作为一个1年级刚入学的新生，你也完全看不到他有任何怯场的这个表现。一般来说，你如果是1年级，你如果是一个新生的话，当你看到其他的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老师的时候，肯定不会太张扬，多多少少都是会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行为的。但是你看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啊，就是大大方方的表现出自己的这个喜恶，展现出来的这个气场和自信，完全就不是一个1年级新生该展现出来的。这种气质放在一个妹子身上，放在一个女性角色身上，那绝对其实是一种反差。我现在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总结出了《咒术回战》的作者对于塑造人物的他拿捏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一定要找反差。当然了，丁崎野蔷薇除了他强大的一面之外，必须还要说的是他的温柔。从这个对待人质小孩的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出来他内心真正的底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那样一种危机时刻，他没有着急做选择，他先是冷静思考，然后他权衡利弊，但是最后他做出的选择是放弃抵抗。他不希望这个怪物伤害这个孩子，他希望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这实际上是对他的另外一种考验，对他人性的考验。这一方面的考验虽然说不是五条悟特意安排的，五条悟其实他们也没有看到，但是通过这一集当中，观众看到了野蔷薇是一个什么样的妹子，观众了解到了，哇，她原来是一个强大且温柔的妹子，她的内心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充满人性，这就让这个角色的魅力值倍增。如果一个角色被设计的仅只剩下了强大的话，那其实这个角色是不可爱的。只有当这个角色非常强大，但是他的内心又非常的温柔，他能展现出
出自己温柔爱别人的那一面的时候，观众才更有可能去喜欢上这个角色啊。说到这儿想起了兵长啊，兵长就是这种典型的强大且温柔的角色，被无数人吸粉啊。最后呢，想聊一下丁崎野蔷薇他嘴里的这个纱织的故事。关于纱织的整个的故事呢，其实是给野蔷薇增加背景故事的一个补充，但是如果只聚焦于这个故事的话，我其实是有一句感想的，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是没有诅咒、没有三头六臂的这些妖魔鬼怪的，但是真正可怕的东西和动画里表现的一样，永远都是藏在人心里。行吧，那关于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